说到了枫叶啊，你会想起哪一个国家？北美地区向来是全球赏枫的最热门的地点。每一年的秋季，欣赏这个漫山枫海啊，是最为惬意的。加拿大人绝大部分的人口啊，都分布在靠近这个美国的区域，没盖广爱所在。那加拿大的各省呢，都有这个省花啊，有的还有省树啊。虽然没有确定国花和国树啊，那事实上枫树啊、枫叶啊，也被这个加拿大人民呢视为这个国树、国花来去珍爱它，已成为了加拿大国家民主象征。那素有枫叶之国的美誉哦。由于地理纬度较高，冰天雪地的寒冷时间较长，有利于现代冰球运动的普及。所以冰球的运动深得国民的喜爱。那冰球运动员数量呢，也是排名世界第一名，具有国球的地位。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面积大国，但是呢，它的内部的自然环境呢，差异呢相对呢大，特别是加拿大的人口的稠密区域，自然环境的差异比较小，这导致了加拿大呢可以统一一些东西啊。大家就可以产生被大家共同认可的东西哦。在地域复杂的国家、人口分布复杂的国家，是很难产生这么多大家共同认可的东西。枫叶从18世纪以来就一直是加拿大的象征。加拿大现在使用的枫叶国旗是1964年12月22号，然后由当时的总理呢莱斯特·皮尔逊的这个监督下，国会表决通过成为新国旗的。在1965年的2月15号，由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2世颁布为这个合法的国旗。那你看红白相间的枫叶旗，就从这一天开始，在渥太华的国会山和全国无数的社区的上空就开始飘扬喽。加拿大国旗由红白两色组成，霞暖。两边代表了英国之前的统治，红色；那白色呢，则象征了法国；中间则是加拿大人喜爱枫树的叶子。枫叶的11个角则代表了加国的7个省，加上4个自治领区。加拿大的国旗长宽比为2:1。世界上没任何这个国际的组织啊，有这样子宽度的设计。我们这一次有去渥太华国会哦，那你知道吗？渥太华的国会大厦，它巨大的国旗，你可以免费 free 的拿走啊。但是申请者已经排到40到60年之后啦。那枫树呢，是加拿大的国树，也是加拿大民主的象征。加拿大境内很多的枫树，所以每到了秋天，满山遍野的枫叶。因此，加拿大有枫叶之国的美誉。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魁北克市的老城区是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市的一小区。那魁北克省里还有蒙特娄啊，魁北市的古城区啊，真正就水了。这整个区域的建筑都是用石片或砖瓦搭建的，特别有这个欧洲的风情。那魁北克历史城区呢，就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省府魁北克市市内啊。原来啊是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村聚啊。1608年，法国一名探险家率先对魁北克地进行了开发建成，随后呢，其成为了新法兰西的首府。那英法7年战争后呢，归英国所有。1791年，成为英属北美下加拿大省的首府。
2016年韩国的神剧啊，鬼怪就有一部分的戏啊，但这个所在那边啊，魁北克古城的城中心啊，就位于一块高地上啊，并保留着北美地区唯一留存至今的古城墙，全长呢4.6公里。古城区分上城区、下城区两大部分。作为魁北克历史城区的标志建筑的魁北克古堡，在1892年建立，就坐落于上城区，树立于戴蒙德角的最高点。魁北克历史城区作为北美殖民化以及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见证所以于1985年被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魁北克历史城区到处呢进行奥特巴持有通行证的住民以及工作者除外。魁北克市是魁北克省的首府，这里有一个魁北克城堡，是法国人但1673年建造的。后来呢，英国人在1759年时打败了法国，取得了魁北克市，又重建了城墙。它是北美洲2个还保留着防御工事城墙的其中一个。另外，这个墨西哥魁北克城墙环绕着大部分的老城行政区。加拿大的法语区主要是在东岸的魁北克省，包括蒙特娄和魁北克等主要城市官方语言是法语所以呢，魁北克省90%的人只会说法语只有蒙特娄因为移民人口较多，又是个观光大城，所以在蒙特娄的观光区，店家大多是双语英语跟法语。蒙特娄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西南部，是魁北克省内最大的城市，加拿大的第2大城市，也是北美的第15大城市。而且这里的官方语言跟加拿大其他城市不相同是法语，不是英语虽然说是法语，但是这里的人2种语言都几乎可以通所以免烦了。来到蒙特娄的一定爱来这个老城区走走的老城区常常被认为有置身于巴黎的触觉不管是建筑还是氛围，都充满着异国的风情不说还以为自己真的跑到了法国了而且这里有一条主街叫圣保罗路，是蒙特娄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哇！当美国独立后，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所剩无几最广大的地域就是加拿大。英国政府呢本想同化当时在这里的法裔移民要他们公英文改宗教信仰英国国教。魁北克人强烈的族群意识不可能他们是天主教信仰和语言的认同使他们与这个英裔的加拿大人冲突不断所以魁北克独立了。假设了那加拿大还是加拿大吗？加拿大联邦与魁北克就像是200年的这个婚姻虽然两者讲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长期相处下来，彼此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加拿大一开始就是英法2个族群的结合，如果法裔移民独立了，加拿大还是加拿大。
加拿大被誉为全球最宁静和平的国家之一，而渥太华亦是全国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啊！作为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能为所有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在这方面，渥太华深感自豪啊！在加拿大风景如画的首都中心地带，渥太华的浓厚美食历史和炫目的法国建筑，让它成为了理想的投资首选之地哦。渥太华的市中心呢，过大条这个公车路线以及主要的道路呢，都可以轻松的抵达，自然环境生态非常的棒啊。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是塞萨克斯路24号，加拿大总理大臣的官邸啊。不同于英国唐宁街10号或白宫啊，塞萨克斯路24号啊，看他这个总理的住所而已啊。而总理的办公室地点呢，在国会山庄旁的总理和枢密院办公室的大楼内啊。加拿大是实行联邦制、君主立宪制及议会制的国家，由10个省和3个地区来组成了。女王伊丽莎白2世为国家的元首以及加拿大的君主啊，而加拿大的总督为其政府的代表。所以加拿大是双语国家，英语和法语为官方的语言。那原住民的语言呢，被认定为第一语言，由于地处高纬度以及地广人稀，一直就奉行着积极的吸纳外来移民的政策哦，以及这个人口以移民为主啊。有近1/5的这个国民于国外出生，是世界上拥有种族及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那近年来移民大部分来自哪？亚洲啊。而渥太华拥有众多历史名胜，渥太华四季分明，气温差异也很大。当天的上高会到零下30度那夏天呢，炎热的时候也可以到达摄氏30度。我们现在就在加拿大联邦首都渥太华，眼前看到的是安大略省渥太华的市中心。坐落于渥太华河南岸的官邸啊，为加拿大国会建筑群所在。国会的建筑呢，呈现了歌德复兴的风格。国会山庄所在的山丘呢，是由这个石灰石构成，它表面的原始森林呢，则充斥着这个铁山。渥太华河上的一个主要的路标，数百年来呢，为原住民、欧裔的皮毛交易员和探险家指点了通往北美洲内陆之路。现渥太华的前身拜敦聚落形成之后呢，利都运河开通至此议会来选址1832年，渥太华河为利都运河的渥太华水闸。待会我们会到那个地方去。国会旁边的是利都运河，
以前加拿大的英裔移民与法裔与移民间有共通的敌人，谁？美国啊。他们呢，除了完成超过了200公里的利都运河，也形成了休戚与共的意识。你到渥太华旅行的重点之一，就是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物质文化遗产利都运河一游。那利都运河沟通了渥太华河和圣罗伦斯河及以西的美国5大湖区。从70年代以后呢，它的航运功能呢，逐步的被现代的公路、铁路所取代，转变为观光游览的水道。200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条有175年历史的利都运河列为世界遗产，因为呢，它见证过北美大陆被统治的历史，成为加拿大第14项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利都运河是北美唯一一个建立在19世纪初期，目前依然运行，而且保持着原来航线和大部分原始结构的运河。运河的沿岸的风光呢，一派休闲，但它的存在说明了美国与加拿大敌对的历史哦。